船厂呢，首先要具备的基础设施就是船坞。干船坞的大小、尺寸与承重能力是建造航母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。以美国纽波特纽斯船厂为例，其拥有2座适用于航母建造的干船坞，其中一座为12号干船坞，船坞长是662.3米，宽76.2米，深9.9米，下方是1.2米厚的混凝土承重板，可以装配总长332.9米、水线宽40.8米的10万吨级超级航母。除了船坞以外呢，航母建造对船厂的硬件要求还有起吊设备，起吊能力要满足航母最大舰体结构、舰体分段的吊装要求。起吊设备主要是建在干船坞上方的大型龙门吊。美国纽波特纽斯船厂12号干船坞上方呢，就安装了一台巨型龙门吊，其最大的起吊能力是1050吨，沿船坞长度方向的轨道长度是743.7米，主梁跨度164.6米，主梁上有3个起重滑车，每个起重能力超过300吨。这台龙门吊除了跨过船坞之外，还跨过旁边的装配区，可以很方便的把装配区的分段吊入干船坞。之所以需要如此大的吊装能力呢，是因为航母的钢材使用量是非常巨大。普通民用船只的建造，像载重15万吨的散货船，主船体结构用钢只有不到1.5万吨，而美国最后一艘尼米兹级航母的满载排水量为10.2万吨，其完工时的船体结构用钢量就为4.7万吨。龙门吊起吊最重的是飞行甲板中的一个分段，重达865吨。从钢材使用量呢，也可以看出航母的舰体结构、建造技术和工序不是普通民船可以相提并论的，工序和技术都非常复杂。一般情况下呢，航母建造可以分塔式建造法与总段建造法，而船舶正式开工建造的标志是龙骨的铺设。随着第一个龙骨分段在船坞中的精准铺设，由此确立了一个如同3维坐标的原点。后续的建造工作呢，以此为中心，开始了塔式建造。塔式建造法顾名思义，就是像建造高塔建筑那样一层一层的建造。但是这种造船方式呢，有着一定的缺点。首先呢，是作业面操作空间相对较小，施工建造速度慢。第二是舰体有些部分的建造是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的，建造环境比较恶劣。再者就是建造完成的焊接变形会比较厉害，焊缝收缩严重，既有横向收缩，也有纵向收缩。后来在传统的塔式建造基础之上呢，发展出了模块化的分段建造。美国布什号就被分为161个超级分段，这些分段在独立建造完成之后呢，像搭积木一样对接合拢焊接成型。那么在这种分段建造的后面，更进一步发展的是总段建造法，就是沿着舰体的纵向横切，整个舰体被横切成几个或者10几个环形总段，然后呢再分别建造。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各总段可以同时开工，从而大幅地减少了在船台上的工作量，缩短了建造时间，船体总变形量也更小。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采用的就是这种建造模式，以机库甲板为界限，上下总共是分为24个总段。不过这种模式呢，对断面精度控制的难度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横切面非常大，在各总段建造和焊接过程当中，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变形而对接不上。而塔式建造的要求呢，就不会这么苛刻，即便某一层建造当中出现较大的误差，也可以在下一层或采用相应的反变形措施来弥补。可见，从航母问世至今，仅在航母主体的建造上就已经发展出了多种方法，并且各有长短。